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深入看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主题是唤醒内在力量。这份材料啊，它讲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其实都藏着一股挺大的能量，以及关键是怎么去找到它，然后把它用出来。你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吸引力？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跟你一起把这份资料里的核心东西给提炼出来，让你能比较快地明白怎么激发自己的这个内在潜力。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来，一层层地解开这个话题。首先啊，这份资料它告诉我们，内在力量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感觉不只是一句空泛的鼓励的话，对吧？对，你说的没错，它远不只是口号。这份资料呢，它把内在力量描绘成一种挺深层的内在品质。有了它，我们就能更自信，更有韧性，也能带着更清晰的目标感去处理生活里那些挺复杂的事情，还有挑战。自信、韧性、目标感。对，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呢，它其实包含了好几个方面。比如自我效能感，还有情商，以及进行自我反思的那种能力，那种智慧。自我反思。是的。然后呢，哲学家，特别是存在主义的那些思想家，他们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又有点不一样。他们觉得这更多是关于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去主动地为自己的生命创造意义。这是一种自我决定的能力。通过选择和行动创造意义。最关键的一点，资料特别强调，就是这个内在力量啊，它不是说天生就有，或者没有就定死了，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一种动态的，可以通过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去努力，一步步培养起来，让它变强的这么一种力量。原来是这样，一种可以后天去培养、去增强的能力，这很重要。资料里的确提到了一些心理学的概念，听起来很关键。比如那个阿尔伯特·班杜拉他提的自我效能感，还有卡洛尔·德维克他研究的那个成长型思维。这两个是不是特别核心？没错，非常核心，可以说是基石。这个自我效能感，要是说的简单点，它就是你打心底里相信自己在某个具体的情况下能够把事情做成，能够成功。研究很多都说明了，那些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人呢，他们往往更有动力做事儿。更有动力。对，也更能坚持下去。碰到困难逆境的时候，心理上的那个韧性也明显更强。那成长型思维呢？成长型思维，这是一种心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简单说，就是你倾向于把遇到的挑战、遇到的困难看成是学习的机会，是让你成长的机会，而不是觉得这是个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行。就是不把困难看作是失败，而是看作学习。对，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自我效能感还有成长性思维，这两种心态就像是给我们的内在力量打下了两个特别坚实的支柱。能极大的增加我们内在的这种能量储备。这份资料特别想让我们明白一点，内在力量它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摸不着的，它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模式里的，而且它是可以去衡量的，也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方法去塑造、去提升的。这个视角确实很有启发，打一个听起来有点玄乎的概念落到了实处，是可以通过认识和思维来塑造的。那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内在力量的看法好像也不太一样。对，是的，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虽然说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表达的方式或者强调的重点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往深了看，会发现那个核心的主题往往是相通的。比如说吧，在东方的哲学里面，像佛教还有道家思想，他们会特别强调内心的那种平静、那种平和的状态，还有就是达到一种和自己真实的本我和谐统一的境界。这种状态本身
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内在力量。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而在西方的传统里呢，可能更常听到的是自我实现这个词儿。就像那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的人本主义理论里讲的，指的就是一个人不断的去努力，发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最高的可能性那个过程。自我实现。马斯洛。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法不一样，路径也可能不同，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不同的视角，最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想要唤醒，想要壮大你自己的内在力量，那你就需要，深入的向内看，做内省，也需要有必要的自律，还需要一份对自己个人成长、持续成长的那种坚定的承诺。理解了，核心都是向内探索、自律，然后持续成长。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肯定不简单。这条路估计不会那么顺畅吧？资料里肯定也讲到了，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障碍。对，你说的很对，了解障碍是什么，这是克服它的第一步，非常重要。资料里呢，主要说了2大类障碍。第一类是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的障碍。对，比如说我们可能都会有的那种自我怀疑，觉得自己行不行啊，能不能做到啊？还有就是特别害怕失败，怕做不好，怕丢脸，以及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就是脑子里有些固化的想法框住了自己。比如我天生就不是做这个的料，这种想法。没错，就是类似这样的，或者我不配得到好的东西，这种负面的自己跟自己说的话，就像在脑子里给自己建了个笼子，它会特别大的阻碍我们去成长，去发挥潜力。还有就是如果过去有一些情绪上的创伤没有好好处理，情绪创伤，或者说长期处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下，一直没有缓解，这些东西啊，也像背着很重的包袱，会压着我们，让我们很难调动起自己本身有的那些内在资源。这些内在的挣扎感觉挺普遍的，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体验。那除了自己内部的原因，外部环境呢？环境的影响大不大？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样非常大，绝对不能小看。举个例子，如果你长期处在一段关系里，这段关系让你觉得很累，不被支持，反而总是在消耗你，这种不良的人际关系，消耗性的关系。对，或者来自社会的那种压力，比如说社会上好像有个模板，告诉你什么样才算成功，你必须得符合那个标准，甚至一些系统性的不公平，这些都可能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自信。社会压力和比较。是的，还有就是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真的是无处不在，很容易让我们下意识的就去跟别人比生活，比成就，比各种东西。这种不停的比较，特别容易让人焦虑，觉得自己不够好。社交媒体的比较陷阱。没错。另外还有些工作环境，可能他更看重的是你听话，按规矩办事儿，不太鼓励你去创新，去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导权。这种环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个人的那种主动性、那种内在的力量给压制下去。而且这些外部的因素往往还会反过来，让你心里那些本来就有的怀疑啊、不安啊，变得更严重。明白了。就是内部的自我怀疑、恐惧和外部的关系、压力、环境，他们会互相影响。那这个唤醒内在力量的过程变得更有挑战。那么就到了最关键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了有这些障碍，那具体能做些什么呢？怎么去克服它们，真正的把那股沉睡的力量给叫醒？资料里给了哪些好用的策略？这确实是最核心的部分。资料里提供了一系列策略，都挺实用的，也挺具体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就是要下功夫去培养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听起来有点抽象，具体怎么做呢？听起来是有点抽象，但其实有具体的方法。比如可以练习正念冥想，这个现在很多人在谈，它能帮你更专注在当下，观察自己的念头是怎么来的，情绪是怎么变化的，不加评判地去看。正念冥想，观察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对，或者坚持写日记，写写你每天的想法呀、感受啊，经历了什么让你有触动的事情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有意识地问自己一些反思性的问题。
比如问什么问题？比如，我到底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的优点是什么？哪些地方我还需要提高？通过这些方式，就能更深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情绪模式、思维习惯、自己的长处短处，还有内心深处真正的价值观。资料里还引用了一个研究，说是规律的做正念练习，确实能提高人的自我意识水平，还有调节情绪的能力。提升自我意识，了解自己是第一步，像是打地基一样。那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别的策略吗？有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要去拥抱成长型思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对，成长型思维就是把挑战看成机会那个。没错，关键是要从心底里去转变对失败和挑战的看法，不要把失败看成世界末日，或者证明自己不行，把它看成一次学习的机会。从失败里看看，哦，原来这个方法行不通，那下次我换个方法试试，它是个反馈。把失败当作反馈。对，同样把挑战看作是锻炼自己能力、拓展自己边界的好机会，而不是一遇到难事儿就想躲开。具体怎么做呢？可以从小目标开始，设定一些你能做到的小目标，一步步来，积累成功的感觉。还有，要主动去寻求反馈，特别是那种有建设性的反馈，不要怕别人说你不好。寻求建设性反馈。是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看到并且庆祝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取得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哪怕只是一小步，也要肯定自己。这个听起来很实在，就像如果我特别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我不用一上来就去大会上讲，对，我可以先在几个朋友面前试试，成功了就给自己点个赞，下次再试试稍微多几个人，这样一步步来。你这个例子特别好，完全就是成长型思维的实践，把大挑战拆解成小步骤，循序渐进。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第三个关键策略是通过自律来建立韧性。自律和韧性，这两者怎么联系起来？这里的自律啊，不只是说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儿，它更多指的是一种有规律的生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坚持定期的体育锻炼。运动不光是身体好，对意志力也是个很好的锻炼。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对，还有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怎么安排任务更有效率。再有就是为自己设定清晰的目标，短期的、长期的都要有。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儿，规律作息、坚持锻炼、管理时间、设定目标，但长期坚持下来，他们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起我们的精神毅力，还有身体的耐力，这就是韧性。有研究也发现啊，自律性高的人，通常生活满意度更高，也更容易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明白了，所以坚持培养好的日常习惯，是通往内心强大的必经之路。但听起来，无论是提升自我意识、拥抱成长型思维，还是培养自律和韧性，好像都需要很大的个人努力。那我们是不是就得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战斗？这倒不一定。其实啊，第四个策略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去利用支持系统的力量。支持系统是指朋友家人吗？对，包括朋友、家人，也包括导师，或者一些能给你真诚支持的同事、同伴，甚至是一个有共同目标的社群。我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嘛，找到并且建立起这样一个支持网络，非常非常重要。这些人能在你做得好的时候鼓励你，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视角。对，甚至在你有点想放弃的时候，他们能给你一点压力，推你一把，提供一种责任感。有研究也说了，社会支持就是来自他人的这种支持，能帮我们缓冲生活里的压力，让我们觉得有归属感、有安全感。这些对提升心理韧性都特别有帮助。确实，有人同行，感觉会很不一样。寻求帮助和与人连接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好的，那自我意识、成长思维、自律韧性、支持系统都提到了，最后一个核心策略是什么呢？最后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要学会克服恐惧，采取行动。
克服恐惧，采取行动。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停在原地，不敢去尝试，不敢去改变，其实不是因为能力真的不够，而是因为心里害怕，怕失败，怕被别人评价，怕结果不如预期。恐惧感。对，这种恐惧感，它会让我们犹豫，让我们拖延。所以，要想真正把内在力量唤醒，就必须得有意识地去面对这些恐惧，然后要拿出勇气，采取行动。哪怕一开始只是很小的一步，去做那件让你有点害怕，但你又觉得挺重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小步。对，就像那个哲学家爱默松说的，去做你害怕的事，恐惧必然消亡。行动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它能打破那个僵局，让你动起来。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可怕。这样一步步，你的自我效能感就增强了。去做你害怕的事儿，恐惧必然消亡。这句话很有力量。好的，我们梳理了这么多策略，提升自我意识，拥抱成长思维，通过自律建立韧性，利用知识系统，以及最后克服恐惧去行动。那么，当我们真的运用了这些策略，成功的唤醒，并且开始运用内在力量之后，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啊，可以说是既深远又挺广泛的。首先，最直接能感受到的就是个人层面上的，你会体验到显著的个人成长和满足感。那些能够挖掘和运用自己内在力量的人，通常会觉得生活更满意，生活满意度更高。对，感觉生活更有方向，更有意义，情绪状态也会更稳定、更积极、更健康。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那些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人，他们更愿意去追求那些对他们个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目标，而且在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更容易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听起来就非常宝贵。那这种影响只是停留在个人过得更好这个层面吗？我记得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它可能会有更广泛的作用，比如对社会。是的，你记得没错，这一点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唤醒内在力量，它不仅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它往往还能转化成一种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力量。那些内在力量比较强大的人，他们常常会成为自己所在的那个社群里积极改变的推动者，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可以这么说，他们通过自己展现出来的那种韧性、那种同理心，还有那种坚定的使命感，能够去激励身边的人，影响周围的人。你想一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比如纳尔森·曼德拉，曼德拉，还有像马拉拉·优素福·加意，那么年轻却展现出那么强大的力量。他们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如果被真正唤醒和运用，是完全可以汇聚成巨大的能量，去推动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所以说，个人的赋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绝不是自私，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集体，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坚实基础。这个观点确实很有深度，把个人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责任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这么说来，这种基于内在力量获得的成功，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赚了很多钱或者地位很高那种成功好像不太一样。它是不是一种更持久或者说更可持续的成功？可持续的成功，你这个概括非常好，确实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想啊，那些外在的成就，比如财富啊、地位啊，他们可能会变化，甚至可能转瞬即逝，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对，不稳定。是的，但是由内在力量支撑起来的这种成功，它的根基就扎得更深。它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自我意识里，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里，在我们的心理韧性里。这就使得我们在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起起落落，那些不确定性的时候，能够更从容，更有智慧去应对，更从容地应对不确定性。对，它能帮助我们避免掉进一个陷阱，就是那种为了追逐外界的认可，不停地奔波，结果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职业倦怠那种。对，甚至导致倦怠。
而内在力量带来的成功，因为它源自内心，所以更稳定，也更能带来长久的幸福感，是一种更持续的状态。好了，我们这一路聊下来，从内在力量是什么，到会遇到什么障碍，再到克服障碍的策略，以及它带来的深远影响，感觉对这个话题有了一个挺全面的认识。那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可能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道理我都懂了，那具体我该怎么开始呢？怎么迈出第一步，开始这段唤醒内在力量的旅程？对，知道和做到之间确实还有距离。好在呢，这份资料最后也给了一些非常具体，可以马上动手去做的实践步骤。有哪些具体的步骤？主要有5步。第一步是反思你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是诚实？是创造力？是家庭的温暖？还是帮助别人？把它明确下来，然后呢，再看看你平时的行为，你的选择，跟你认定的这些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这种内在的统一和对齐，本身就是力量的来源。反思价值观，并与之对齐，这是第一步。对，第2步是设定具有意向性的目标，就是说，不要只是笼统的想我要变得更好，要把你的大愿景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具体的、能着手的目标。这里可以用那个 SMART 原则来帮助你，确保你的目标是具体的 （specific）。可衡量的 measurable， 能实现的 achievable， 跟你价值观相关的 relevant， 还有时间限制 time bound。 SMART 原则，让目标更清晰可行。是的，第3步是实践能够滋养你的日常习惯，选1、2个你觉得对你建立自律和韧性有帮助的小练习，然后坚持去做。可能很简单，比如每天冥想10分钟，或者每周固定锻炼几次，或者每天坚持看半小时书。关键不在于做得多难，而在于持续。小的、持续的投入，力量会慢慢积累。培养小的、持续的习惯。对，第4步是主动寻求反馈与支持，不要自己闷头搞，跟你信任的人聊聊，可以是你的导师，可以是好朋友，也可以是能给你真诚建议的同伴，听听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反馈，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是很大的助力。寻求反馈和支持，利用好我们前面说的知识系统。没错，然后是第5步，也是最后一步，要有意识的去拥抱挑战，不要总待在舒适区里，把生活里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看作是练习和提升内在力量的好机会，尝试去承担一些经过你仔细评估过的风险，去做一些让你有点害怕但你又觉得挺重要的事情。每一次你成功的应对了一个小挑战，你的信心就会增加1分。拥抱挑战，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这5步听起来确实是一条需要勇气，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还需要持续努力去走的内在探索之路。但就像资料最后引用的那句来自老子的智慧，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战胜别人只能算是有力气，而能够真正的战胜自己内心的那些弱点，那些局限，那才是真正的强大。掌握自己，也许就是这份内在力量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吧。那么，我们今天这次关于如何唤醒内在力量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真心希望我们从这份资料里一起梳理出来的这些想法和方法，能给你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启发，也引起你的一些思考。是的，其实也自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结束的时候再往深处想一想，就是当你真的掌握了这一份源自你内心的力量之后，你最想用它来做些什么？你想用它来创造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可能是为你自己的人生，也可能是为了你周围的这个世界。 Thanks for joining u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